大家好，欢迎来到听书学史。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由菊池真由子女士所著的《65岁开始增强身体与大脑的美味饮食法》这本书，一起来深入了解这本书的内容吧。今天视频的内容包括以下3个部分：第一，65岁后依然毫不疲倦，能够持续行走的人，他们竟然都在吃那种意想不到的食物。第二，65岁也还来得及，如果不想得认知症，就多吃那个意外的东西。第三，持续吃让全身细胞都欢喜的那种吃法的人。首先是第一部分，65岁后依然毫不疲倦，能够持续行走的人，他们竟然都在吃那种意想不到的食物。我们将介绍3种能维持腿脚健康的最强食物。首先要介绍的是，即使到了65岁依然能毫不疲惫地持续行走的意外食物，那就是牛肉涮涮锅。牛肉中含有构成细胞的3大营养素：蛋白质、铁和锌。大家都知道，老化会随着肌肉量与肌力的下降而加速，而老化常从腿部开始，腿部肌肉尤其容易衰退，因此尤其要注意腿脚的健康。因此65岁之后就要靠吃美味的肉类来维持腿部与腰部的肌肉，而最推荐的肉类非牛肉莫属。作者也提到，65岁之后最适合的肉类就是牛肉。那么为什么特别推荐牛肉呢？因为它富含优质蛋白质、铁与锌。蛋白质是构建肌肉、促进身体年轻化的重要元素，同时也是免疫细胞的原料。铁可增强免疫力，对抵抗疾病非常有帮助。虽然铁本身的吸收率不高，但牛肉中的铁却是吸收效率极高的。锌能促进新细胞的生成，是帮助身体有效制造肌肉和维持年轻的关键营养素。这些成分不仅对肌肉有益，也是合成胶原蛋白的原料，对肌肤保湿、内脏与骨骼的健康都十分有帮助。至于牛肉的吃法，作者最推荐的是牛肉涮涮锅，因为这种吃法可以去除多余的脂肪。牛肉中所含的油脂属于饱和脂肪酸，摄取过多对身体并不好，可能导致脂质异常症、心肌梗塞等疾病。而通过涮涮锅可以有效去除这些多余脂肪，只摄取精华的红肉部分，再搭配柚子醋一起食用的话，还能减少多余脂肪和盐分，健康又美味。选择牛肉时，瘦肉多、脂肪少的部位更好，例如后腿肉或里脊，不仅脂肪少，还特别美味。在炎热的季节，可以把涮过的牛肉冷却后做成沙拉，清爽又开胃。接下来介绍第2种食物——鲑鱼。它不仅能抗癌，还能极大提升眼睛的健康。65岁以后，有些人会觉得爬楼梯变得吃力，或是经常在平地上跌倒，这就是腿脚衰退的信号。此时值得特别注意的营养素是维生素 D。维生素 D 对肌肉力量弱的人能帮助增强肌力，对已有肌力的人则能维持其状态。肌肉力量稳定，就能更顺利地爬楼梯，还能预防容易导致失能的骨折。65岁后，骨折的主要原因就是跌倒，而研究发现，维生素 D 水平良好的人，跌倒的风险也会显著降低。维生素 D 还能帮助钙的吸收，使骨骼更强壮，并预防骨质疏松症，因此是非常重要的营养素，是65岁后维持活力的秘密武器。鲑鱼富含维生素 D， 帮助增强肌力，防止跌倒，维护骨骼健康，同时还有护眼抗癌功效。可以说，维生素 D 是从65岁开始守护我们骨骼和肌力的最强后盾。维生素 D 原本是通过阳光照射在皮肤上自行合成的，但仅靠晒太阳是无法满足身体所需的，特别是在冬天白天短、阳光弱的季节，更是容易不足。因此，从富含维生素 D 的食物中补充就变得非常重要。而在众多食物中，含有最多维生素 D 的佼佼者就是鲑鱼，也称三文鱼。近年来的研究还发现，维生素 D 不仅对骨骼有帮助，还对维持免疫力至关重要，而且还能通过提升免疫力来帮助对抗癌症。想要远离疾病，包括癌症、
就必须打造一个强健的身体。为了做到这一点，每天吃富含维生素 D 的鲑鱼，保持免疫力就显得非常重要。只要吃一小块鲑鱼，就足以补充一天维生素 D 的不足。虽然鲑鱼的应季时间在秋天，但现在冷冻鲑鱼全年都能买到，而且研究表明，冷冻并不会破坏维生素 D 的含量，所以一年四季都可以安心补充。此外，鲑鱼的吃法很多，像是烤鲑鱼、香煎鲑鱼等等，不容易吃腻，这也是鲑鱼作为日常饮食习惯的一个优势。鲑鱼的优点还不止于此，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它橙红色的颜色。这种颜色的来源是一种名为虾青素的成分，这种物质拥有极强的抗老化效果。研究显示，虾青素可以预防动脉硬化、糖尿病，还能缓解眼部疲劳等。此外，维生素 D 也存在于秋刀鱼、青鱼、青花鱼以及蘑菇类等食物中，但相比之下，鲑鱼的含量依然是首屈一指的。不过，关于维生素 D 的补充剂，有一些研究指出其效果有限，因此最理想的方式还是通过日常饮食来摄取维生素 D， 打造一个不易生病的健康身体。接下来要介绍第3种食物，能同时让肌肉和大脑年轻化的中脂金枪鱼生鱼片。如果你最近开始走路变慢，容易绊倒，很可能就是下肢肌力在下降了。在这种情况下，金枪鱼就非常推荐。金枪鱼不仅味道好，还被称为长寿食品之一，富含优质蛋白质，既有红肉也有油脂丰富的部分，营养与美味兼具。金枪鱼有2个显著的优点：一、富含维生素 B6。维生素 B6 是蛋白质代谢不可或缺的成分，摄入越多蛋白质，身体对维生素 B6 的需求也越大。此外，维生素 B6 还有维持免疫功能的作用。随着年龄增长，肌肉与免疫力都会下降，因此金枪鱼可以双重补充，是非常优秀的营养来源。2、富含烟酸。烟酸是一种将蛋白质和脂肪转化为能量的维生素，能帮助将摄取的食物转化为体力。我们要打造终生行走的双腿，不仅要有肌肉量，还要有足够的能量来使用那些肌肉。因此，金枪鱼可以同时提升肌肉与能量，是一种一举两得的超级食物。红肉与中脂的营养差异：红肉部分富含易吸收的铁质，有助于防止贫血，增强体力。中脂部分富含 EPA 和 DHA， 这2种脂肪酸有预防认知症等效果，是非常优秀的脑部保健之质。但需注意，大脂脂肪含量过高，反而会掩盖掉鱼本身的健康价值，因此中脂适中最理想。此外，在超市买的切好的金枪鱼刺身，可能添加了各种防腐剂和添加物，也应多加留意。最理想的吃法是整块买回来，自己在家处理切片，既安全又新鲜。顺便一提，虽然金枪鱼也有罐头形式，但这种通常使用的并不是刺身用的金枪鱼，而是不同种类的鱼，比如煎鱼，营养价值远远不如生鲜金枪鱼。作者还指出，如果将金枪鱼与日常轻度运动结合，例如散步、在超市或商场逛街等活动，就可以进一步提升它的健康效果。不需要激烈训练，只要每天坚持活动就足够。接下来是第2部分，65岁也还来得及。如果不想得认知症，就要多吃的意外食物。在这一部分中，将会介绍4种强力降低认知症风险的超级食物。首先，第一个要介绍的，就是只吃1口就能将脂肪风险降低 14% 的筑前煮，日本的一种以根菜类和鸡肉炖煮的健康料理。那么，其实为了健康，即使某种食物对身体很好，也并不是每天吃同样的食物就可以了。研究表明，一天摄取多种类的食物，可以将总死亡风险降低多达 14%。换句话说，无论某种食物再健康，如果每天持续吃同一种，反而会让死亡风险上升 14%。此外，
摄取多种食物不仅能降低死亡风险，也对预防认知症非常有帮助。不过，对自己做饭的人来说，增加食材的种类确实很麻烦。这时非常推荐的就是筑前煮了。它是将鸡肉和多种蔬菜炖煮的料理，通常使用的蔬菜包括莲藕、牛蒡、胡萝卜、香菇和蒟蒻。只靠这道菜，就能摄取这么多种食材，真的非常方便。此外，筑前煮的食材大多具有嚼劲，这一点对65岁以上的老年人来说尤其重要。因为研究发现，咀嚼这个行为不仅能增强下巴的力量，还能预防认知症。咀嚼与大脑功能有着深刻的关系，通过咀嚼的刺激可以增加脑部的血流量，进而激活神经细胞。因此，筑前煮这道需要充分咀嚼的料理，堪称是预防认知症的理想配菜。此外，它使用了大量蔬菜，自然也富含膳食纤维。膳食纤维有助于缓解便秘，清理肠道，从而使大脑也保持活力。根据本书作者的说法，理想的排便频率是至少2天一次。如果便秘，肠道中的有益菌会减少，有害菌增加，免疫力也会大幅下降。因此，吃筑前煮可以改善排便状况，促进肠道循环。为了进一步提升筑前煮的健康效果，还有一个小诀窍，将食材切成不规则的大块。像莲藕、牛蒡这些较硬的食材切大块，会使得更难咀嚼，从而自然增加咀嚼次数，对大脑产生更多刺激，有助于预防认知症。而且，咀嚼还能促进唾液分泌，而唾液中含有杀菌成分，提高口腔清洁力。更棒的是，咀嚼还能延长饱腹感，有效防止暴饮暴食。接着要介绍第2种预防认知症的意外健康食品，那就是富含优质脂肪的沙丁鱼。说到油脂，很多人都会觉得不健康，但你知道吗？我们的大脑其实是一个脂肪含量很高的器官。据说，大脑有50%至60%都是脂肪构成的。在这些脂肪中，有3种最重要的成分 ：EPA、DHA 和花生四烯酸。EPA 和 DHA 你可能在之前提到的金枪鱼部分就听过了。这2种脂肪酸广泛存在于鱼类中，是被广泛认可的有助于保持记忆、判断力和认知功能的重要成分。而花生四烯酸则可能是你第一次听说，它是一种必需脂肪酸，对于大脑活跃工作必不可少。实际上，研究发现，阿尔茨海默症患者的大脑中，这2种成分的含量都显著低下。另一项研究还表明，摄入这3种脂肪酸 EPA、DHA、花生四烯酸较多的人，其大脑中主管记忆的海马体体积的减少会被显著抑制。然而，这些脂肪成分如果不特别摄取，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逐渐流失。但反过来说，只要通过日常饮食补充，就有望维持认知功能。而推荐摄取这些成分的最佳食材，就是沙丁鱼。每100克沙丁鱼中，含有780毫克的 EPA、870毫克的 DHA 和100毫克的花生四烯酸，营养极其丰富。不仅如此，沙丁鱼中的 EPA 和 DHA 对血液健康也非常有帮助，可以减少血液中的中性脂肪等坏脂肪，抑制身体合成多余脂肪，使血液更顺畅。更厉害的是，这些脂肪酸还有溶解血管堵塞、扩张动脉硬化收缩的血管的作用。虽然所有青鱼如青鱼、秋刀鱼等都对健康有益，但特别推荐沙丁鱼，是因为它含有一种重要的微量元素硒。研究表明，硒能有效预防肺部和气管的感染症。年纪大了，咳嗽或喉咙不适的情况也多了起来，这时硒能帮助我们对抗感染。更有近期研究指出，硒还具有抗癌作用。富含硒的沙丁鱼是特别推荐给65岁以上人群摄取的食物之一。而且沙丁鱼的食用方式也非常关键，请务必注意，千万不要把沙丁鱼炸着吃，因为一旦炸过，沙丁鱼中本来富含的优质 EPA 和 DHA 就会溶解到炸油里，营养价值
最多会减少到原来的一半左右，这实在是非常可惜。因此，建议把沙丁鱼做成炖鱼，或者用平底锅简单煎一煎来吃。即使不擅长做饭，也不需要担心，超市里都有卖油渍沙丁鱼罐头，尤其推荐选择那种不含盐或使用特级初榨橄榄油制作的产品。这种罐头可以当做临时的零食来吃。如果你能把以前那些对健康不利的零食换成这种油渍沙丁鱼，你将获得显著的健康改善效果。那么接下来要介绍的第3种食品，就是如果你讨厌认知症，那你绝对应该吃的意外食品，那就是被誉为万能防病神食的纳豆。如果要说为了维持65岁以后身体健康，只推荐一种食品的话，那肯定就是纳豆了。本书作者也指出，想要从65岁开始保持身体和头脑年轻，关键就在于纳豆。纳豆可以预防导致认知症的3大诱因，分别是心血管疾病，如心肌梗塞、高血压、糖尿病。也就是说，纳豆不仅对认知症有效，对各种生活习惯病也有显著效果，所以被视为具有高度健康价值的食物。吃纳豆的诀窍是尽量充分搅拌，直到整体变得有点泛白。这样一来，不仅能增加风味，还能使纳豆特有的粘稠感更加明显。这种粘稠感中包含一种名为纳豆激酶的酶，这种酶不仅能防止血液凝结，还能溶解已经形成的血栓，让血液保持畅通。因此，它可以预防动脉硬化、心肌梗塞和脑梗塞。尤其需要注意的是，我们的血液在晚上到清晨最容易变得粘稠，形成血栓。实际上，很多心肌梗塞和脑梗塞都是在这个时间段发生的，而且深夜医院人手少，被人发现的概率也更低，因此这是非常危险的时段。如果在这个时间段突发心肌梗塞或脑梗塞，风险极高，所以强烈建议大家晚上吃纳豆。因为晚上吃纳豆，其效果可以持续8至12小时，可以有效降低夜间血栓导致猝死的风险。纳豆对肠道环境也有良好的效果，它能抑制有害细菌的增加，同时促进肠道益菌的繁殖，从而改善整体肠道健康。另外，纳豆中还富含大豆皂苷，它具有降低中性脂肪、改善血脂异常的作用，也有助于预防心血管疾病。此外，纳豆还含有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营养素，那就是具有脂肪燃烧功能的维生素 B2。纳豆虽然是由大豆制成，但它所含的维生素 B2竟然是生大豆的5至6倍之多。而且，大豆皂苷本身也有促进脂肪代谢的功能，所以纳豆的燃脂效果非常惊人。不仅如此，纳豆还含有丰富的水溶性与非水溶性膳食纤维。水溶性纤维能抑制血糖值的急剧上升，对糖尿病也有预防效果。非水溶性纤维则能改善便秘，提升肠道活力，使身体越来越健康。不过，尽管纳豆对健康好处多多，每天吃1盒就足够了。如果吃得太多，反而可能引起头痛，甚至导致血液更容易凝结。因此要特别注意，不要摄取过量。不管再怎么健康的食物，也必须适量摄取。希望大家能牢牢记住，再好也要适度的健康理念。接下来要介绍的第4种意外食物，是能消除各种器官癌症和口臭的绿茶。那么，有没有人喜欢喝茶？比如绿茶、红茶、乌龙茶，并且每天都在喝呢？其实这3种茶都是取自同一种树的叶子，它们之间的不同是在制茶过程中发酵程度的差异。绿茶是不发酵，乌龙茶是半发酵，红茶则是完全发酵。在这3种茶中，实际上被认为健康效果最强的是绿茶。有一项研究显示，每天喝绿茶2至3杯的人，与不喝的人相比，其认知功能下降的风险竟然降低了约30%。此外，绿茶中所含的多酚也被证实具有抑制导致阿尔茨海默病的贝塔类淀粉样蛋白积累的作用。而绿茶厉害的地方不仅于此，它还能通过多喝来预防癌症。
绿茶中的一种多酚成分茶儿茶素，可以抑制各种器官癌细胞的发生。再进一步，绿茶提取物中的表酶4子儿茶素、酶4子酸酯，还具有抑制癌细胞增殖、修复受损细胞的效果。而且不仅如此，癌症治疗期间饮用绿茶还被证实可以增强抗癌药物的疗效。更棒的是，绿茶不仅对癌症有效，对预防心脏病也很有帮助。根据某项研究，经常喝绿茶的人，无论男女，其心脏病风险都显著降低。附带一提，在男性当中，因脑血管疾病或肺炎等疾病死亡的风险也减少。这点也有报告指出，绿茶的效果还远不止这些。在吃饭时喝绿茶，还有去除大蒜等异味口臭的作用。这样一来，连人际关系也会变得更加和谐。接下来是第3部分，持续吃让全身细胞都欢喜的那种吃法的人。前面我们已经具体讲解了该吃什么，该怎么吃，但可能很多人还是搞不清楚到底该吃多少量。对于这种情况，有一个非常推荐的方法，那就是只用你自己的手来判断食物的分量。之所以要特地用手来测量，是有原因的，因为人的手的大小往往与体型成正比，个子高大的人手也大，个子娇小的人手也小。正因如此，用自己的手来衡量，不用精细计算或称重，也能轻松估算出最适合自己体型的分量。比如说，大块头的相扑选手和小小的婴儿，所需的食量肯定完全不同。同样的，我们每个人适合的饮食量其实也都不同。当然，饮食建议可以有通用标准，但具体到每个人，吃什么、吃多少都是完全不一样的。正因为如此，这种手量法就是一个非常实用又直观的好方法，特别适合日常使用。特别想让大家记住的是，如何测量蛋白质类如肉和鱼和蔬菜的分量。前面第1部分和第2部分介绍的食物，其实主要也都是肉、鱼和蔬菜。蔬菜的参考量是双手捧满的1大把，肉类或鱼类的蛋白质，记住是1只手掌那么大的分量。举例来说，1块鱼，如果是一般手大小，大约是1整块鱼片就是适量。肉的话，大约100克左右可以放进1个手掌里。鸡蛋1个，豆腐的话，大约是1/3盒的分量作为参考。蔬菜方面，如果是绿色叶菜类，建议是双手捧满1大把；如果是其他种类的蔬菜，则建议双手捧2大把。你可能会觉得这样看起来蔬菜量很大，但实际上这样每天就能达到350克蔬菜摄取量的标准。而且蔬菜如果是炒熟或煮过的，水分会蒸发，体积会减半，所以熟蔬菜的分量建议，绿色叶菜类1只手捧满，其他蔬菜双手捧满1大把。另外，如果哪一天觉得自己蔬菜摄取不足，那就可以在第2天适当补回来，灵活调整，这也是非常重要的。像这样使用手量法，就不需要每次都精细计算克数，就能大致掌握自己的营养和食物摄取量，非常直观方便。希望大家能够将这些智慧的饮食习惯融入日常生活，打造一个强健的身体和灵活的头脑，享受更加精彩充实的黄金岁月。